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来做米蒸蛋糕，材料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来分蛋。分蛋法制作蛋糕，我非常推荐用冷鸡蛋。我这是3个 B 级蛋，连蛋壳1个鸡蛋大约55克。蛋黄中加入4分牛奶和玉米油，这2种材料主要是提供湿润的口感，蛋糕吃起来才不会干干的。基于这样的作用，你也可以换成其他的液体材料和油品，搅拌至油和水混合在一起的乳化状态就可以了。过筛粘米粉，我是在普通杂货店买来的粘米粉，另外一种水磨粘米粉你也可以用，口感上差异不大。其实粘米粉已经足够细腻，过筛只是为了滤出一些杂质。这里你可以添加其他色粉，做出不一样的味道，比如紫薯或抹茶等等。只要把浓稠度调整成类似这样就可以了。打发蛋清，加半茶匙的白醋可以稳定蛋白霜。蛋清不多，全程用低速搅打，我用2档。分3次加入细砂糖。在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前，完成所有的加糖动作就可以了。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后，我们转最低速，边搅打边观察。老手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打蛋头上的角是直立不会晃动的尖角，表示打过了变成干性发泡。这样的蛋白霜特别容易结块，很难混合，因此每次混合之前，你都需要先手动把蛋白霜搅散开来。你看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它又结块了，而且质地不那么顺滑。这样的蛋白霜不至于会让蛋糕失败，但由于搅拌的动作变多，面糊消泡是在所难免的，只要不严重就好。不需要非常的均匀，直接倒回蛋白霜中，倒之前记得先搅散蛋白霜。先用蛋抽混合，再用刮刀拌匀即可。蛋白霜消泡导致面糊不够顺滑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只是蛋糕表面的孔洞会多一些。6寸活底模具，不需要抹油。震掉大气泡，你也可以用筷子来弄平表面。一样的，我们用大碗包模具的方式来蒸。保鲜膜戳洞排气，尽量避开中间的地方。很重要，锅里的水必须事先煮滚，不可以等蛋糕做好了才来煮水。用中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。蛋糕出炉后会稍微回缩是正常的，只要不是塌陷变成蛋饼就好。倒扣放凉，以维持现有的高度。以前听老师说，我们应该要跳脱舒适圈，做不一样的尝试来自我挑战，突破自我。好吧，我再做一次。这次的蛋白霜我并没有打过，明显看起来比较顺滑。这次我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蒸。这也是最普遍能看到的蒸蛋糕方法，看看能不能用来代替大碗包模具的方式。直接盖上保鲜膜，一定要确保旁边有密封严实。只留4个小洞排气，一样用中火蒸50分钟，看看结果如何。首先看到高度矮了一些，少了鼓起来的顶部，一样倒扣放凉。放凉后取出蛋糕，用这个方法蒸出来的蛋糕似乎都会牺牲掉圆鼓鼓的顶部，就算我用6寸高模预留了膨胀空间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切开来看看，
内部气孔分布均匀，看起来是绵密松软的。再看看大碗包模具的蛋糕内部结构如何？从视觉上看，蛋糕油比较高，弹性也比较好。切开来看看，由于蛋白霜消泡导致蛋糕的表面比较多孔洞，但是内部气孔还是分布均匀，回弹力也十足。这样一比，你就马上看到明显的差别了。模具上直接盖铝箔纸蒸出来的蛋糕，除了高度上差一点，蛋糕体我不能说它不松软，它吃起来还是很松软的。但是旁边的这位高个儿在口感上就更胜一筹了。结论是两种方法你都可以用，如果你的设备齐全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怎样做选择，毕竟谁又会不想要蒸出模特儿蛋糕呢？我是小豪，喜欢我的视频，你们可以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接收最新视频的通知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